怎么会有如此苦命的女人？女孩为了保护自己，竟然强行将一颗鸡蛋大小的土豆塞进自己的下体，这直接导致她经常因为精神紧张而流鼻血和晕倒。医生说那是因为这颗土豆在身体里发芽了，只要做个小手术取出来就能恢复正常。可女孩却拒绝了，因为她亲眼见证了母亲被侵犯以及父亲的死亡，这让她变得十分的恐惧。每一个夜晚，她都会用剪刀把土豆芽剪掉。他名叫法斯塔，出生在恐怖分子争斗时期的秘鲁，母亲饱受摧残，每天不停地哼着歌。法斯塔唯一的亲人只有舅舅，舅舅把母女俩接到城里一起居住。直到这天，母亲在受尽折磨之后，终于在歌声中完结了自己的生命。由于表姐马上就要结婚，舅舅一家正在院子里做着准备，根本没有人注意到法斯塔母亲的离世。法斯塔本想告诉大家，因为情绪的过于激动，突然一流血柱从他的鼻腔中流出，他感到一阵眩晕，晕倒了。等再次醒来时，已经在医院里了。检查过程之中，医生发现女孩体内的土豆，并且告诉舅舅，因为这颗土豆发了芽，引起了炎症，所以法斯塔才会经常晕倒，必须尽快做手术把土豆取出来才行。可法斯塔却不愿意，舅舅也不肯相信医生的说法。他说外甥女的病是姐姐通过奶水传给她的。他知道法斯塔从小就有一个习惯，只要一紧张害怕，法斯塔就会流鼻血，而如今躺在病床上，也是因为法斯塔的母亲刚刚过世，法斯塔受不了刺激而已。他们当地人将这个现象信奉为恐惧时就会将灵魂藏于地下。虽然医生一再否认，但舅舅坚信这种病，法斯塔也坚守着自己的土豆。回去的车上，法斯塔告诉舅舅自己心里有数，以前一个邻居就是这样做，才没有惨遭毒手。这个邻居不仅躲过了一劫，在之后还结婚，生下了4个孩子。法斯塔振振有词地说着他从妈妈那里听来的事例。舅舅告诉他，现在是法治社会，不像以前那样了，他的担心都是多余的。可法斯塔根本听不进去，因为恐惧已经扎根在他的心里，像那个土豆一样发了芽。因为舅舅家里穷，没有钱安葬姐姐，他开始在院子里挖坑。法斯塔想要把母亲的尸体带回乡下老家下葬，可舅舅家没有足够的钱来运送尸体。法斯塔想给母亲买一口棺材，可最便宜的也要800，根本付不起。没有办法，法斯塔只好买了一块最便宜的裹尸布，将尸体洗净后涂上蜡，包裹成了木乃伊，先临时的放在家里。舅舅提醒他不要拖延太久，否则他会把尸体焚烧掉的。当务之急是要先解决钱的问题。舅妈告诉法斯塔，一个有钱的白人家正在招一名女佣，法斯塔可以去那里工作赚钱。尽管法斯塔从来不与外人接触，甚至不敢单独外出，但他还是答应了。一路上，他跟着舅妈紧张地穿过人群，来到宅院时，舅妈把他交给一个女人，那是舅妈的朋友。女人把法斯塔带进宅院，一路上女人很自来熟，不停地絮絮叨叨和法斯塔唠家常。法斯塔一句话都没有说。之后法斯塔接受了仔细的检查，耳朵、头发、牙齿、指甲，每一个都不能有差错。在这个宅院里，法斯塔必须保持干净清爽，否则会让女主人不高兴。女人教给法斯塔一大堆注意事项，从头到尾法斯塔都没有说一句话。对他来说，能和一个陌生人单独相处这么长时间已经很不容易了。女人嘱咐完后走开了，留下法斯塔一个人待在房间里。法斯塔等了许久，也不见有人来。他走出房间，穿过陌生的走廊，来到一个房间，看到女主人墙上挂着的男人的照片，法斯塔都会害怕的神经紧张，流出鼻血。法斯塔担心自己失态，赶紧跑到洗手间清洗，一边清洗自己的脸，一边唱歌。每当法斯塔害怕紧张的时候，法斯塔就会唱歌，这是母亲教给他的东西。这个女孩太可怜了，她的母亲刚刚去世，她却没有钱安葬。法斯塔不得不给一家富人当女佣，好尽快赚到足够的安葬费。在大院里，法斯塔认识了这里的园丁阿诺，这也是他第一个愿意单独接触的异性。刚开始，法斯塔给阿诺开门，每次都要躲得远远的，自己一个人走在前头。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，法斯塔和阿诺渐渐熟络起来，他甚至会主动找阿诺说话。而阿诺也知道法斯塔生性胆小，便每天都陪着法斯塔一起回家。从宅院到舅舅家有一段很长很长的阶梯，阿诺没有抱怨，每次都把自行车扛过肩头，不远不近的在法斯塔身后跟着。这天，他们走在回家路上，法斯塔难得主动搭话。他说，在他家乡的那个小村落里，人们都要贴着墙壁走，不然会被游魂抓走。他的哥哥就是这样死掉的。哥哥有很严重的胃病，整个人骨瘦如柴，一直到死，留下来的只有一张 X 光片。这是法斯塔第一次对外人说起自己家的故事，但他还是很孤僻。天气渐渐热了起来，舅舅为大家
在院子里挖了一个简易的游泳池，法斯塔从不下水，只是坐在窗台上，远远地看着大家玩闹。舅舅是开婚庆公司的，在一次热闹的婚礼上，舅舅带着法斯塔过来当服务员赚取小费。法斯塔独自一人躲到角落，舅舅跟了上来，问起薪水的事。法斯塔说女主人答应月底会给他。舅舅有些急了，他不想在女儿的婚礼上有死人或者悲伤的回忆，所以法斯塔如果不在婚期之前把母亲的尸体搬走，舅舅就要就地安葬。法斯塔没有再说什么，他深知自己给舅舅一家带来了很多麻烦，只能尽快攒够钱才行。他也曾想到过坐车带着遗体回去，但车站的人并非慈善机构，根本不会同意他的这一请求。法斯塔只能离开。法斯塔的女主人芬娜夫人是一名音乐家，最近马上就要有一场演出，可灵魂枯竭了她，迟迟拿不出一个像样的作品，甚至把一架钢琴摔得粉碎。巧合的是，她无意间听到法斯塔哼唱的民谣，突然打起了主意。她希望从法斯塔的旋律中寻找灵感，可法斯塔却说那是自己随便哼的，根本没有固定的曲调。芬娜夫人提出了条件，只要法斯塔每唱一次歌，自己就给他一颗珍珠作为报酬。为了尽快让母亲下葬，法斯塔答应了。在表姐的提亲宴上，法斯塔的孤单与周围的热闹显得如此的格格不入。这时，未来表姐夫的弟弟走过来搭讪，嘴里说着一些粗俗下流的语言。法斯塔实在受不了，便起身离开。因为还只是提亲，舅舅并没有强行下葬姐姐的遗体，只是暂时放在了床底下。看着母亲孤单地躺在地上，法斯塔百感交集，也只有和母亲待在一起，他的内心才会得到些许的慰藉。第二天，园丁阿诺照常过来工作，谁知那个粗俗的男人也跟了过来，还说要等法斯塔下班后送他回家。法斯塔自然是不乐意，阿诺主动提出要送他回家，法斯塔本想拒绝，可一想到外面那个男人，还是答应了。还没到家门口，法斯塔就阻止阿诺继续跟着自己，然后快速跑回了家，一步三回头，看到阿诺远去的背影，这才放下心来。另一边，芬娜夫人窃取了法斯塔的歌谣旋律，改编成了钢琴曲，法斯塔得到的珍珠也越来越多。音乐会上，芬娜夫人的作品得到了满堂喝彩。法斯塔顺着音乐来到后台，正好看见人们起身鼓掌的一幕，这是他第一次发现音乐的美妙，仿佛台上万众瞩目的人就是自己一样。女孩患有严重的心理疾病，为了保护自己，她把土豆塞进自己的下体。土豆在女孩的身体里发了芽，随时都有性命危险。法斯塔还拥有惊人的音乐天赋。女主人芬娜夫人发现以后，便把她的音乐搬到自己的音乐会上，赢得了满堂彩。法斯塔也感到十分的满足。回去的路上，法斯塔随口问了一句：“他们是不是都很喜欢我的歌？”此言一出，芬娜夫人顿时脸色大变。她担心自己抄袭的事情会被法斯塔公之于众，便中途把这个可怜的女孩赶下车，也拒绝给她应得的珍珠。法斯塔在后面追着，却只能眼睁睁看着车子渐行渐远。无助的她重新回到了舅舅家。回到家，法斯塔哭着哀求舅舅不要下葬他的妈妈。舅舅最终还是心软了。表姐的婚期已经到了，所有人都开开心心，热热闹闹，只有法斯塔一个人闷闷不乐，独自待在角落。他还是不习惯人群，不习惯热闹。疲惫的一天过去了，趁着深夜大家都熟睡之际，醉酒的舅舅突然走进法斯塔的房间，他用手死死地捂着法斯塔的嘴巴和鼻子。法斯塔本能地挣扎着，舅舅想用短暂的窒息来激醒他恢复正常生活的自信。法斯塔误以为舅舅要图谋不轨，在舅舅还没能及时解释清楚，法斯塔惊慌失措地逃跑了，留下舅舅在原地哭泣。法斯塔一路跑，穿过山路，走过闹市，他发现自己再也不是那个胆小如鼠的女孩了。他自如地走在人群里，坦然地接受来自陌生人的目光。来到芬娜夫人的宅院，法斯塔又一次见到了那幅画像。这一次他没有再流鼻血，他注视着上面的陌生男人，是如此的平静和坦然。他要让母亲入土为安，他很需要那笔钱，法斯塔一定要拿回属于自己的钱。他捡起地上散落的珍珠，全部拿走。可走着走着，路上突然昏倒。这时一双粗糙的手扶起了他，是阿诺。法斯塔哭着说，把土豆从他身体里拿出来。压抑了许久的痛苦恐惧终于在眼泪中爆发。这一次他终于下定决定要把这个发芽的土豆拿出去，把扎根在他内心的恐惧也永远摘除。阿诺把法斯塔背到医院，手术过后，法斯塔平静地躺在床上，阿诺在一旁陪伴着他。阿诺告诉法斯塔，手术过程中法斯塔的手一直握着，打开一看是珍珠，通过珍珠换来的钱，法斯塔终于把母亲带回老家，入土为安了。安葬过母亲的法斯塔回到舅舅家，开始新的生活。这天，法斯塔打开门就收到了一盆花，花里面埋着一颗土豆。经过精心的护理，土豆长出高高的茎，开出白色的小花，虽然瘦小，却又是那么的洁白。法斯塔低下头闻着花香，他知道这是阿诺送给自己的礼物。这一刻他释然了，即使自己再渺小，也想要有一个真正
真正正属于自己的未来。本期的故事就到这里了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